看似平平無奇的獨居女性自殺案，可背後的真相卻令人嘖舌。要知道，警察破案那都是需要勘察現場和收集證據的，但偏偏有這麼一種人，什麼都不需要做，就能輕而易舉地知道關於某個人的信息。她就是靈媒，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大仙兒。警探雷哥當然不相信這些神啊鬼啊的，但這個女人明明不認識死者，卻能準確地說出她的身份信息，還十分篤定這絕對是一場謀殺案。只要找到死者生前所佩戴的项鏈，就能抓到兇手。這瘋婆子怕不是神經病或者變態吧？本來雷哥並沒有太當回事，直到死者的母親提到女兒的項鏈不見了，這是他們家祖傳的，女兒從來沒有摘下来過。雷哥突然有些無語了，這大概只是巧合吧？可女搭檔卻不這麼覺得。他調查過那個靈媒，確實只是一位熱心市民而已，跟死者沒有半毛錢關係，這就有些解釋不通了吧？而且屍檢結果證明死者頭部受過钝器創傷，大概率說明這就是一場謀殺。隨後雷哥帶人進一步勘察了現場，果然在馬桶蓋上發現了一個鞋印，這可不像是一個女人的大腳吧？可只靠犯罪現場的鞋印和少許的血跡指紋，根本不足以匹配到兇手的線索。但是雷哥覺得問題不大，給他些時間總歸能查出其他線索的。可為什麼不試試省時省力的辦法呢？ You really want to encourage that wacko? She said she'd get a better read if she was in the place where the crime took place. Great, maybe we should bring some tarot cards and they might tell us who killed Meredith Davis. 雷哥虽然很不情愿，但他拗不過搭檔，還是照做了。於是接下來就大開了眼界，靈媒輕描淡寫地說出了行兇全過程。He was trying to kiss her and she hit him. She hit him here. He was bleeding here. And then she went for the phone. He grabbed her. He pushed her. 他只看到了兇手穿着一件灰色制服，但名字长相什麼的就不知道了，一點有用的信息都沒有。雷哥依然覺得他是在裝神弄鬼胡說八道，於是扭頭就離開了。直到他熬了一個通宵，總算在監控錄像中發現了一個穿着灰色外賣制服的鄰居，這小子還有過性犯罪方面的案底。靈媒的話再一次得到了印證，隨後他們順着線索查到了嫌犯的工作單位。可這小子看到警察慌的一批，二話不說就準備開撂，那小汽車都快讓他開飛了。又追了不知道幾條街道，總算將男人逼停了下來，然後撥通了那小子的電話。他認慫了，親口承認是自己不小心殺了人，行兇的經過竟然和靈媒描述的一模一樣。接着男人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決定，他竟然驅車徑直朝着前方撞了上去，車毀人亡。雷哥也在男人的手上找到了那條項鏈。那麼問題來了，你覺得世界上真的有靈媒存在嗎？關注巨石，明天接着講。